当机器全部装配好了之后，并且这个支距全部都校正了，所有的钻筒高度都是一样。就是我这边相机检查每个孔的高度，每个孔的高度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支距检查完成之后，我们检查另外一个支距，另外一个支距也要检查每个孔的高度，要求是一样的。不一样，我们就需要使用垫片把它垫平，让这4个角，这所有的点都是统一高度。我们检查这边的检查完成之后，我们还要检查另外一边的，也要检查所有的孔的高度都是要一样，就是检查这个孔的高度，在相机下面都是同样的高度。检查完成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就要调试这个钻头。这个钻头是通过2个螺丝、2个工具扳手把它松开来，然后把这个钻头放进去，然后这个也是一样，要松开，将这个2个螺丝把它松开，然后旋转出来，然后把钻头更换。当这2个孔的间距这个孔和这个孔的间距变大或者变小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调整？我们需要调整这个螺丝，把这个螺丝松掉，和这个螺丝也要松掉，这个螺丝跟这个螺丝要松掉，然后旋转到一定的宽度时候，当这个宽度，这个钻头的这个宽度等于这个宽度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螺丝，这2个螺丝把它引紧，我们就要把这个螺丝引紧。当这个螺丝有那个斜的时候，当这个螺丝是这样斜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调的时候宽度是这样的时候，斜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把它扳正来。那怎么扳正呢？我们就要调这个螺丝，将这个螺丝松开，然后旋转来调它的角度，通过旋转方式调它的角度。这是调节这2个间距的方法，调整这2个间距的方法。当这个间距变大或者变小的时候，就是这样调整的，就是调整这2个螺丝，要调整这2个螺丝，调整之后旋转它就会变大变小这个钻头。然后当我们装配的时候，装这个东西，安装这个滑块上面的时候，发现这个钻头的高度高了或者低了，我们怎么调节呢？我们需要松开这个螺丝和这个螺丝，还有这个螺丝，还有这个螺丝，还有这边的螺丝和这边的螺丝，这8个螺丝，总共8个，上面4个和下面4个全部松开来之后，然后通过
你调节这个螺丝，调节这个螺丝，来调整这个高度，调整这个高度，是这样的调节方法。这是调节钻头的一个方法，就是调节这个钻头，松开这8个螺丝，来调节这个高度。拧这个螺丝，左转右转，左转右转来拧解调节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讲解那个这个怎么调节。现在我们在这个里面，我们先手动，再切换手动，然后我们移动这个轴，你发现没有？他们俩是同时动的，我们要分开，来，这样子好讲一点。然后就把它同步操作，按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按这个，它就单独动了。这样就可以单独操作了。然后我们在调节这个宽度时候，这个宽度不能太宽。因为这个坦克链它的长度是有限的，如果太宽了会把它拉扯最大，会拉坏的。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调节高度，这边的调节这个间距的高度是调节这个，松开这4个螺丝，松开这4个螺丝，来调节它的高度以及间距，调整它的间距和高度，通过这4个螺丝来调节。我们也可以调节这个来调节它的高度，然后这个通过这些来调节它的高度。然后我们还需要调节哪方面？就是调节它的那个钻孔的深度，就是我这个工作头推进去的那个深度，就是我这个钻头啊，这个钻头和这个锁螺丝推进去的深度，那怎么调节呢？这边是通过这个气缸。这个螺丝位置，这个螺丝来调节它的推进去的深度位置，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调。这边这个推进的深度是通过这个限位器来调节，还有这个限位器，这2个限位器来调节它的一个深度。我们来把气关掉，我们来调节一下。现在我们把它全部挪过来，把这个全部挪过来。现在改为同步，我往前走，然后往前走。我们在移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，这个型材一定要装备好，不能出来了就会撞到这边，因为这个是移动的。如果这个轴凸出来了，出来这么多，它就会移动过来，就会撞到。所以我们在移动时候，移动这个手动操作的时候，移动的时候一定要检查这些这个
这个凸出来的不要超过这个，不要超过这个平面，然后一定要压下去，不能抬起来，这个不能抬起来，一定要压到位，一定要压到位。然后这个不能凸出来太长了，太长了，等一下我移过来，它就会撞到这些撞到这些撞针，撞到这些钻头跟那个锁螺丝机。所以还有这个，如果这个太高了，就会撞到这个上面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放置好，不要太高了，也不要太出来了。那边也是一样的，那边的那个也是相同的要求。好，我们现在接下来移动一下，我们按下移动。按下移动，好。现在因为这个里面有气，所以我们推不动。这个里面是有气在里面，我们已经通气了，这个里面气管都通气了，所以我们是推不动的。但是呢，我们首先在做程序之前，我们需要把气关了，然后来检查它。这个钻头要深，要钻多深，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来控制，通过这个位置来控制，所以我们要把气关掉，然后手动推进去，看一下这个钻头它钻的深度是多少，看一下这个钻头钻进去的深度是多少，还有这个锁螺丝的推到底的位置深度是多少，我们要检查。我们暂停一下。现在我已经把气关掉了，这气已经关掉了，所以我们接下来来试一下，我们怎样把这个钻头的尖部分往前钻多深。我们是通过这个气缸位置来调节的，气缸的这个位置松开这个螺丝，就是调节它的前进的距离。我们抓住这个，往前推到底，一般机器会报警。因为这个感应器它没有感应到了，它就会报警。这样这个位置就是这个钻孔钻的深度的位置。这两个钻头钻多深，取决于调节这个螺丝的位置。拧紧这两个螺丝。我们把它推回来，这边也是一样的。这个钻多深是这里有个传感器嘛，它没有感应到，它机器就会报警。这个钻多深就是取决于这里往前进的位置，的深度。这里有个限位块，所以它就只能前进这么多。我们应该调节这个和调节这个位置，把这个位置也要固定在这个位置来，这是一个限位块，限制它前进。它这里调节的这一个，就是限制它往前推的距离。这个意思。这是一个灯。通过调节这个限位块就是它前进的位置。你要转这个锁螺丝的深度，往前移动的深度是通过这个限位块来决定的。这个限位块，如果限位块你要再往里面锁一点，你就要往前移进去，往前挪一点，这个限位块就往前挪。如果你想这个钻头
不要转多深，那就往后退，所以这个限位块要往后调，要往后调，这个就往后调，这个也是一样的，这个也是一样的，它固定在这里，它只用了一个限位块。我们来演示一下，就是我们往前推，假设这个机器有了气缸之后，它就往前移动，往前移动，移动到这位置，哦，就顶住了，它就转螺丝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，就是这个位置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缓冲的一个缓冲圈，这个一个缓冲的一个力矩，是通过这个位置来缓冲它的压缩，这个也要压缩，通过调节这两个限位块来调节它的前进的距离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是它的前进距离，这样子。是通过这边调节，它没到感应它就会报警。这个就是调节这个两个工作头的一个方法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那边，那边也是一样的。这边两个头也调节的方法也是一样。这边因为这个产品，因为这个产品现在是1.5米的宽度，1.5米的宽度。如果我们现在要加工1米的宽度，这个宽度1米，那我们要松开这两个，把它松开，还有这些松开，全部松开这个也要松开，这些都是限位的。还有这边也要松开。啊，就是对应的这边都要松开，这些都要这个松开，然后如果你要挪中间的，也要把这个松开，你要调节这个型材的移动，也要松开这个，松开所有的这些限位环，你就可以往回缩，你就可以组装小的，组装这种小尺寸的这个产品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我们在移动这个头的时候，我们在移动这个头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个气缸已经到底的时候，还是无法转到这个孔，我们就要调这个宽度，我们这边的这个触摸屏跟那边的触摸屏有一个区别，就是这个位置的区别。这里有个调宽轴，这个调宽轴这个位置，你在点击它的时候，它就问你，它就弹出提示框问你，调宽前确定固定环是否松开。这个提示是我们要在调这个宽度的前，在调这个宽度的时候，这个整体往前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松开这个要松开，我们要将这个松开来啊，将这个松开，一边一个，我们检查所有的这个位置，这些全部要检查一遍。这一排的这个是限位环，要全部检查是否松开。如果没有松开，要把它松开。如果没有松开的时候，我们要全部把它检查有没有松开。然后这边有一个，这边也有一个限位环，我们也要松开。不松开的话，这个调不了的，这个宽度是调不了的，会损坏这个电机，这个马达会损坏掉这个马达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松开那些环，这个环要松开，这个里面要检查一遍，有的话就把它松开。松开之后才可以点击这个松开，就是我松开了，我才点击这个松开，没有松开就
一定要把它松开才能点，没松开之前会损坏机器的，会损坏马达的，所以一定要松开。当调整将这个位置往前移动，假设移动0.5米，我们就要确认没问题了啊！确认没问题之后，我们要固定，把那个限位环要固定，我们要把这个限位环固定它，固定到它，把它锁紧，我们才能打孔。不锁紧不打孔的话，锁不了的。我们一定要固定好之后，我们才可以进行转孔。如果你不固定的话，你转的时候它会转不动的，或者是转不动，这个孔转孔是转不开的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锁定那个环，把那个限位环一定要锁紧。锁紧之后，我们点击才可以。这个是这边的一个控制台的一个方法。这边的调试方法也是一样的，调试这两个螺丝，松开，然后就可以调节它的间距了，这个宽度的间距，然后松开这里，这个螺丝跟这个螺丝松开，就可以把这个转轴取出来了。啊，这边的操作跟前面是一样的操作方法。然后还有一个，顺便说一下那个，当螺丝卡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啊，当螺丝没有出来的时候，卡进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手动把它打开，这样子按下去，把螺丝取出来，把里面的螺丝取出来。这里面只能允许1颗螺丝，然后把那个固定好，才能工作。